选位的逻辑，如果我是 Madison， 我会选到现在9点钟的这个位置，就是 Samuel 的下家，基本上是完全的压制。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看一下他怎么想。真的真的不是我在嘴炮，我发誓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各位晚安，各位晚安。J4今天是本日最热、最火的 A4，哇！我的直觉就是作弊啊，没什么好说的。但我猜这肯定作弊是开玩笑啦，那个直播怎么可能会是作弊，对不对？那个地方绝对不可能作弊，但如果说发生在你知道吗，什么 home game 啊，或者是什么，我的直觉就是被看到底牌了，就是有人作弊这样。我觉得他的翻牌前跟注、跟翻牌的跟注、跟转牌的加注，以一个想要表演的心态，我觉得手牌都算是很合理。翻牌前对不对？盲注抵抗，虽然说不应该抵抗这个范围。第二个就是翻牌的 float， 我觉得他可以有更好的手牌，但有梅花 J 他要选择 float 去做一个诡异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过宽的范围，但也不是说不合理。而转牌面对加注，他要加注炸，也是合理。但是扣 all in 这个就真的豁得过去，因为扣 all in 是一个太不合理的事情，他也不是说今天 raise 到什么8万，然后扣一个10万的 all in， 不是嘛？好，我们今天主要是播这个 WSOP 线上的5000，然后是决赛桌。那这场比赛我自己是没有进 Day 2，非常的可惜。这一场主赛总共有，如果我没记错，它是有8个 flight。我记得去年没有这么多 flight， 去年好像3个 flight 还是4个 flight， 然后只能挑一场打，还是总共买1次2个，我忘记了。反正绝对不是可以报7次8次这种。所以我去年有打，然后今年我的想法是说，如果我只能挑1次或2次打，绝对不会是打 A 组嘛，因为 A 组一定是人最少或是最糟的。所以我的策略是等到周末的时段或是接近后面的场次再打。然后我后来问的，他们说每一个 5 都可以报1次，也就是说你只要 A 组挂可以打 B 组，B 组挂可以打 C 组，每一个 5 可以打1次。那我从 A 组没有打了之后呢 ，B 组之后呢，我每一次都打这个525的资格赛，打到门票，但是每一次主赛打到门票5000进去就挂了，没有打到很后面的。有一次最久好像打到什么10点之类，打到因为他是早上11点进 Day 2，就是每一场都打，所以这场主赛5000报了7次，花了$35,000，屁都没有。然后非常的遗憾，我连最后一天的那个晚上9点开始的快速战那一场我也打，然后遗憾就是都没有。所以后面这7场呢都有资格赛打到票，然后我这一次的资格赛的成绩是意外中的好，所以主赛差一点，但是以整体来讲还是赢蛮多，我觉得。先讲一下桌子的状况好了。桌子的状况蛮有意思的是，我认识几个，我认识 Simon Madison， 这是非常有名的玩家，他应该是我心目中欧洲最强的。Eric Maxson， 他的本名应该是 Simon Madison， 然后反正我不知道他可能是他的中间名字，反正不重要。反正这一个人呢，跟这个 Samuel Voston 这2个是欧洲最有名的。然后这个 Samuel 他自己也有开教学网站这2个是欧洲蛮有名的。然后 Timothy 应该是一个 regular， 我蛮常打到的，但我不确定我知不知道他本人。泰国的玩家我认识泰国玩家是算是认识的朋友他之前有参加一些亚洲的赛事，然后他也有打传奇扑克。好，那我大概知道这几位玩家。然后其实我看到这种回顾的时候，看到这个筹码量的数字，每次都让我觉得头很痛，因为他没有转换成那个大盲数这边开始之前呢，他们也是照了一个惯例就是选位。选位的逻辑，其实我最近有稍微思考一下逻辑是什么。如果我是 Madison， 我在猜，如果我是他，我会选到现在9点钟的这个位置，就是 Samuel 的下家。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希望我的筹码量的优势可以直接坐在一个第2大筹码的下家，基本上是完全的压制。我会让筹码第2的这个玩家非常难动作。其实这个选位的逻辑就是我上次赢金手链的逻辑，就是我会希望我直接选到他下家，我筹码比你多，我看你想要怎么动。除了你在bottom位之外，我对上你我没
一个位置都有绝对的位置优势。那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所有人的技术都一样的话，筹码的这个流向是顺时针流，就是每个人都有顺时针流。假设每个人技术都一样，所以如果我是他，我猜我的选位会选到这个位置。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看一下他怎么想。看，真的真的不是我在嘴炮，我发誓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但我跟你讲，这个选位绝对是，我跟你讲，就算这个位置是大盲位，这一把上大盲，他一定是这样选。那我就觉得他的逻辑跟我是一样，就绝对就是筹码位置优势，就是这么简单。这一对9很有可能直接 all in 啊，好，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1对9去 raise，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几种想法。我觉得他要选择最小加注不是问题，只是他要想到的是，假设他加注，然后这个泰国玩家拿了一个什么 QZ 同花，他是可以直接 all in 的因为他们后面的玩家筹码都很少，中国玩家只有25个大，他 QZ 同花 all in 这25，基本上没有人扛得住扛得住的范围都很紧也就是说长期来说，基本上没什么牌可以跟。但你直接 all in QZ 也跟不了。它的好处是很多2个高牌的手牌没有办法继续，然后相对来说风险比较低，不会有人抵抗。那这种情况下，只要不被跟，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好事。那我看到他如果大部分的决策都会是偏向一个不要被跟住的话，那我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偏向 ICM 走向的玩家。那我在想，这个决赛桌应该是没有人这么有种打去 BB 只想赢冠军，我猜应该没这么有种我自己打这个 Super Millions， 我也是打 ICM 反正对吧？他又没有金手链。如果说今天有金手链，我就跟你拼反正对吧？对我来讲，多个5万10万美金，就算我的决策让我亏个几千，甚至是 EV 差一点就是赔个几万块美金，我觉得有机会更高的机会赢个金手链，那我觉得值得拼。但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没有金手链，那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都会走 ICM， 那尤其是这种大赛钱多的，大部分的玩家更会走 ICM。这个玩家刚刚 AK 直接 all in， 然后现在 KK 最小加注，我觉得很合逻辑他自己知道这个手牌是可以做一些特别的动作，bottom位的玩家马上就想要坏，拿一些有 A 的手牌这样子弄。那基本上我看起来他的筹码量好像有弃牌几率吗？好像有这个可以弃他加了一个注码是可以弃。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加注的尺寸也是一个学问，他挑的 size 也很好。这个蛮有意思的这是什么状况？这是 AJ 不同花，他在 CO 位加注，他只有15个大王，他 raise 4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个我真的不能接受。我认为 AJ 可以弃牌吧 ，AJ 不能弃牌AJ 不能弃牌。我觉得以考虑到 ICM，AJ 怎么可能会弃牌？他如果今天是一个 A9 不同花 ，A9 不同花就是一个正去 BB 不 ICM。当然你说 A9 跟 AJ 没有差太远，那我觉得 A10 我应该都会跟住你说 A10 对吧？你再打紧一点的话，我蛮确定 AJ 应该是个跟住AJ 应该是个跟住。这个1对5，我们先说不会 all in， 确定的不会 all in。不会 all in 之后呢，它有几个选项，弃牌合理，加注也 OK， 但是不会 all in。很多人会把这个情况当成是一个正常的比赛，正常的比赛你可能 CO 位拿一个小队子20个大王，你就直接就 all in 当然这个决赛桌绝对是一个不可以的状况。这边88应该是只有一种玩法，就是跟注，我不觉得有任何不是跟注的选项。他可能考虑直接弃牌，我觉得可以，但这个88没有95%以上就是跟注。哇，他直接弃牌我也没有搞错真的直接弃牌没有到完全不能够接受，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一个就超紧刚刚 AJ 也弃牌没什么不行。这个 Ace Queen 应该永远都只有一种打法，我认为一种可能 raise 可能扣，但我在猜应该偏向扣多一点。我猜偏向扣多一点。他选择3次下注，他选择3次下注的话，只要 Samuel 在这边加注的话 ，Ace Queen 是一个很明确的要弃牌但他可能觉得并不会这样子做。我觉得 King Queen 可以考虑 4 bet 可以有一定的频率。KQ 同花可能好一点毕竟他4 bet 他还要考虑到80个大盲有效，是很有可能要打一个翻牌所以我这样子觉得话，那我觉得不同花的手牌应该都偏向弃牌。他刚刚 Ace Queen 应该也都会弃牌，我猜 Samuel Ace Queen 不同花，他要么就弃牌，要么就是 4 bet 他不会去扣 Ace Queen 不同花。除此之外，更多的牌应该都会直接弃牌。AJ 不同花 ，KQ 不同花，应该都会直接弃牌。这把牌未看先猜什么状况 ？button 位加注 ，button 位加注小盲位直接 all in 不给推。小盲位 A8 同花，我觉得
如果走 Chip EV 就跟了，我觉得走 ICM 其实蛮接近，我觉得 A8 同花应该是蛮接近的，虽然说是接近20个大盲有效，但你要知道的是，八同位永远不会有 A10同花以上。我非常喜欢小盲位这个跟注。我跟你讲，八藤位有 A10不同花以上，都绝对是用加注的，不会是直接推啊。但是真的运气不好，打得好运气不好。J5肯定是正 EV 的 all in 的，我不是质疑它是正 EV 的 all in， 我要讲的是，它以 ICM 来讲，它这边可以，我觉得是 any two 啊，就直接就是100%，但是100%会扣掉前10%，原因是因为前10%的范围应该要 raise， 然后扣 all in， 不是直接 all in。它刚刚那个地方23也是可以直接 all in， 是没有问题的。17个大盲有效对上大盲位啊，小盲位只有10个大盲，我只是猜小盲位有可能会弃台而已。